出了门口，那姓李的问我要不要到虎丘去玩一下。我说虎丘我早已去过。他又说出好多地方，我都回说没有兴致。最后他说，那么我们走得远些，到灵岩山去玩吧，那边风景绝美，你一定要去一次。我说这个地方倒没有去过。于是我们就坐上马车到枫桥，再换船到天平山下埠头，而且坐女人抬的轿子上山向灵岩而去。灵岩的风景真是既秀丽又雄伟，是苏州最幽静的名胜。我们就在那边找到一家馆子，吃了午饭，点了4个菜，可以说每一个菜都非常可口，但我仍是食不下咽。那姓李的说，陈先生，你是否小病初愈，何以胃口那么差？我说是的，是的。姓李的说，那么我不客气了，所有的菜我可以照单全收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他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的一下子就吃光了。我心中暗暗佩服，毕竟心中无事，食欲才能旺盛，老古话是一句也不会错的。灵岩山归来，已近傍晚，再到王慎轩家中，见到济济一堂，全是当地的同道。我虽尚能应付自如，但是人人都看得出我疲乏不堪，好像有病一般。吃罢之后，回到旅馆，又撞到那个吴铁口，他一定要为我算命，并且口口声声说不要我钱。我心想，样样都可以送，命是送不得的。我只好掏出小洋八角，对他说，今天晚上我想好好睡一觉，这8角钱就作为你今天早晨的象金吧。料不到这位吴铁口又讲了一句话，你印堂之中晦气笼罩，我一定要替你算一个命来报答你。我愤愤然地转身就把房门闭上，埋头便睡。可是这天晚上仍然转辗反侧，千愁万虑，总是睡不着。房间的一支钟又旧得很，滴答滴答声音极大，等到钟鸣4响，我还睡不着。本来我是反对迷信的，但是到了这时，我下意识一冲动，就走下床来，去拍吴铁口的房门。吴铁口朦朦胧胧地起身说，贵人来访，有何见教？我说，现在我来，你算命也好，测字也好，我要请你占卜一下，最近几天之中，我和我的家中会不会弄出大事体来？那吴铁口披起衣衫，慢条斯理地应付我，而且烧了一炷香，详详细细问我的时辰八字，还细细地看了相。最后他来了一句结语说，你这几天中运道坏得很，不但你自己会大祸临头，而且你家也会弄到家翻宅乱。他这几句说来，我回到房中更是心烦意乱，坐立不安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痛苦的一宵。参加悼亡，胡获喜讯我正在百般无聊的时候，知道这一天苏州19路军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，忽然我的勇气油然而生，匆匆忙忙整理一下衣服，还特地剃了发，去参加这个追悼大会，要向阵亡将士鞠躬致敬。这个会场大得很，黄废基的大广场中，右面站着的都是军人，中间站着许多长官，左边都是民众。开会时仪式十分庄重，军乐齐奏，大家已经流泪如注。最后有蔡廷锴、翁兆元等10几个名将鱼贯而入，一时掌声如雷，历10多分钟不息。待到哀乐一奏，情绪更是激动，无数人暗暗饮泣，无数人失声痛哭。当地的政府官员和社团人士举行公祭。大家想到这一次战争死伤惨烈，
都是心酸欲绝。最后由蔡廷锴演说，他说的是广东国语，大家虽听不大懂，但是他讲来慷慨激昂，令人热血沸腾。我看到这一幕，感动的自身的危险都忘记了。在这个大场面中，大家肃静地站立着，只有若干摄影记者钻来钻去，在场中乱窜。我一眼看见我的老友上海摄影画报社长林泽仓也在其内，背了一个相机拍个不停。我乘机和他招呼了一下，他忙得很，说：“你不要走开，等一下我和你一同走。”等到散会的时节，名将们先走，一群摄影记者和林泽仓等追随其后。林泽仓施一个眼色，暗示要我和他同走。我匆匆忙忙走近他，已有10几辆汽车等着，我也混在记者群中登车，一起到19路军的军部临时办事处。蔡廷锴坐定之后，随便请个记者饮茶。林泽仓对我说，他即刻要坐船回上海，以便冲晒底片，即刻刊登报纸。忽然间他想出一句话来：“我动身时到过你家，想约你同来，谁知你已逃之夭夭。”我问他，究竟日本军人有没有到我家去搜索过？他说根本没有。我又问他，是不是在尹凤吉身上抄到我的名片？他说也不是的，尹凤吉做事干干净净，不牵涉任何一个人。他身上挂着一块牌子，写着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完全是英雄气概。但是日本人一定要抄朝鲜复国党革命机关总部，法租界派了程子清去会同搜查，结果空无一人，空无一物，只是电话机旁边有一张电话号码表，9%已撕掉，只剩1/10，上面有3个医生的名字，第一个是留学日本的西医汪启章，第二个是西医陆路沙，也是留日的，兼是戏剧家，第三个是老兄的名字。日本人把这直角撕下，程子清怕你受累，所以叫一个朝鲜人打电话给你，叫你快逃。后来日军到过汪启章家，问这个所在一共请你出过几次诊，搬过几次场，汪启章据实相告，也没有事。后来连陆路沙家都没有去过，所以你家也没有事。我听了这一番话，心中一块石头就放了下来，那相面先生的话就此烟消云散。当时我就拖着他到一家小菜馆吃饭，顿时胃口大开，连添了2碗饭，几个菜也吃得津津有味。林泽仓说，2点半有一只新闻界合租的小船，要避免扎关，绕到嘉兴回沪，你顺便搭这船回上海也就算了。那只小船是由马达小轮拖行的，所以很快就到上海，一场虚惊就随着林泽仓传来的喜讯而消散了。